这4类常见药吃久了可能导致心脏衰竭，年纪大了要慎用。王大爷今年67岁，退休后生活本该悠闲自在，可最近他的健康出了点状况。因为高血压，医生给他开了降压药，他每天按时服用，觉得血压控制的不错。可最近几个月，他开始觉得身体不对劲，经常感到头晕乏力，有时候走路都会喘得厉害。王大爷想是不是年纪大了，体力不行了，但又忍不住心里发慌，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心脏。老伴儿提醒他去医院查查，一检查发现王大爷的心脏功能下降了。医生告诉他，可能和长期服用某些药物有关。王大爷很疑惑，不是药物治病吗？怎么会伤害心脏呢？很多人像王大爷一样，有没有想过长期服用某些药物，真的会对心脏产生负面影响吗？哪些药物我们日常经常接触，却可能暗中伤害心脏呢？1. 抗凝药物。抗凝药物是现代医学中的保护伞，很多人依靠它来预防血栓，尤其是中老年人。然而，虽然抗凝药物可以防止血管堵塞，但长期服用也会带来一些隐患，特别是对心脏功能的潜在影响。抗凝药物的工作原理简单理解就是让血液变得不太黏，这就像是在体内安装了一套防堵系统，让血液保持流畅。这听起来非常有益，但问题是，如果这套系统工作过头了，血液太稀了，就会导致出血问题。特别是老年人，他们的血管脆弱程度本身就较高，长期使用抗凝药后，出血的概率会大大增加。当然，光是出血还不算最糟糕的，因为抗凝药不仅仅是影响血液，它还有可能对心脏的结构和功能产生微妙的变化。比如说，心脏的泵血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，尤其是当抗凝药剂量没有精确控制时，心脏要维持正常工作本身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如果长期被压着工作，它的疲劳程度会越来越高，心力衰竭的风险也因此增加。除了这个药物本身的问题，很多人用药不当也是隐患之一。许多人一旦被开了抗凝药，就觉得这药得一直吃，殊不知有些药物的剂量和服药时间都需要严格控制。很多人因为忽略了这一点，最终不但没能预防好疾病，反而让身体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。2. 抗抑郁药物。抗抑郁药物对很多人来说是生活的救命稻草，尤其是那些长期受抑郁症困扰的人。然而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抗抑郁药在帮助改善心情的同时，也可能对心脏健康带来隐患，尤其是老年人群体更需要特别注意。抗抑郁药的作用机制很复杂，这些化学物质不仅在情绪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，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也很大。长期使用抗抑郁药物可能导致心脏的负担加重。3环类抗抑郁药是一类常见的抗抑郁药物，它的副作用比较明显，尤其是对老年人。长期服用这些药物，心跳可能变慢，血压下降，甚至出现心脏传导系统的问题，心律失常的风险也会增加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这类药物可能无形中给心脏增加了压力，让心脏的泵血能力下降，最终可能导致心力衰竭等问题。即使是看似安全的抗抑郁药，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。研究表明，某些抗抑郁药物可能会导致体内电解质失衡，尤其是钠离子水平下降，会让人感到乏力、头晕，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心脏的正常运作。使用抗抑郁药物时，情绪改善虽然是主要目标，但也不能忽视对心脏的关注。想要在用药的过程中平衡情绪和心脏的健康，和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或者家中有老年人正在使用抗抑郁药物，一定要定期监测心脏功能，尤其是对于已经有心脏问题的患者来说，这一点尤其关键。在用药的同时，其他非药物疗法也可以作为情绪管理的重要手段，比如心理咨询、认知行为疗法、适当的运动等。抗抑郁药物对于情绪的稳定作用不可否认，但在使用过程中，必须警惕它们对心脏健康的潜在影响。合理用药、定期体检、综合治疗，才能真正做到既稳住情绪，又保护心脏健康。3. 抗心律失常药物。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心脏恢复正常的节律，尤其对于那些经常心跳不规律的人来说，它是医生开出的定心丸。
心脏节律紊乱可能会引发各种严重问题，比如晕厥、胸痛，甚至是心脏骤停。抗心律失常药物通过干预心脏的电活动来起作用。药物的任务就是让这些电信号保持稳定，让心脏的跳动规律正常起来。表面上看，这很有帮助，但药物的作用往往不仅限于让心率稳定，它有时候会过度调节，让心脏的电传导系统出现其他问题。一些抗心律失常药物，比如钠通道阻滞剂和钾通道阻滞剂，长期使用时可能会增加心力衰竭的风险。药物干预过度，心脏的正常节律反而被扰乱，心肌的收缩能力可能下降。时间一长，心脏的工作效率变差，心力衰竭就容易找上门来。抗心律失常药物有时候会带来心跳过慢的问题。心跳过慢，听起来好像心脏负担轻了，但实际上心脏供血效率下降了，身体各个器官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氧，整个人的状态会变得非常糟糕。长期如此，心脏的承受力越来越差，甚至可能陷入恶性循环，逐渐失去正常泵血的能力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吃了抗心律失常药，心脏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。事实并非如此，心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，任何药物都不可能让它永久稳定。所以，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使用并不是一件吃药就好的事，需要在医生的严密监控下进行。抗心律失常药物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帮助心脏稳定下来，但长期依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。任何药物都有两面性，特别是对心脏这种关键器官，不能盲目依赖，必须慎重用药。在生活中，控制心脏节律不仅依赖药物，日常的健康管理也同样重要。对于已经在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的患者来说，生活方式的调整同样不可忽视。药物只是调节的一部分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心脏真正稳定下来。所以说，抗心律失常药物的确能帮忙稳定心跳，但它也可能会在不经意间给心脏健康带来威胁。4. 降压药物。降压药对很多高血压患者来说是每日必备，能够有效帮助他们控制血压，降低中风、心脏病发作的风险。不过，这些药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，长期服用有可能给心脏带来新的负担，尤其是一些类型的降压药。降压药的种类很多，比如贝塔受体阻滞剂能减慢心率，让心脏跳得不那么快，减少心脏的工作负荷。这听起来挺好的，心脏休息的更多，负担也减轻了。但事实是，如果长期使用这类药物，心脏的收缩力可能会减弱，心肌功能也会受影响，甚至引发心力衰竭。钙通道阻滞剂的原理是通过扩张血管，从而降低血压。这种药物在短期内效果很好，但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心脏适应性变差，尤其是老年人，心脏本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功能就有所减退。药物的影响让心脏无法适应突发情况，比如运动时的血压变化。降压药物还有一个潜在问题是，血压降低过度可能导致供血不足。血压过低，身体的器官，特别是大脑和心脏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，供血不足会增加心理负担，心脏健康问题也就随之而来。药物虽然能控制血压，但生活方式的调整同样重要。降压药物并不是万能的，它只是疾病管理中的一部分。只有通过全面的生活调整，才能让心脏更健康的工作，真正摆脱高血压带来的风险。在使用降压药的过程中，很多患者和家属并没有意识到心脏健康的重要性，以为血压降下来一切就好。其实，降压药如果用得不当，心脏很可能在背后默默承受着更大的压力，甚至导致心力衰竭。所以，吃降压药时不仅要关注血压，还要时刻关心心脏的状态，保护好心脏，才能真正远离健康隐患。结语：抗凝药物、降压药物、抗心律失常药物和抗抑郁药物，虽然在特定情况下必不可少，但用药不当或长期依赖，可能导致心力衰竭的风险增加。因此，任何药物的使用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，定期监测心脏和身体其他器官的健康状况，不能凭借感觉或自我判断随意增减药量。保护健康不仅仅依赖药物，更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合理用药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才
才是远离疾病、保持长久健康的关键。